就像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当杨利伟在浩瀚的宇宙中飞行的时候，所听到的咚咚的敲门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样。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颠倒的世界之你的声音。首先问一下大家，身心治疗师大家了解吗？它和单纯的心理治疗还不相同，其集心理学、精神学、人体学、医学、神秘学于一身，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人恢复健康。伊凡·德布奥恩就是这样一位荷兰的身心治疗师，他能够通过人声修复患者的大脑、人体、心灵的创伤，提升其自愈能力。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2002年的夏天，58岁的塞门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导致其严重的脑出血，同时大脑和脊髓都受到了损伤，前臂也骨折了。他整整昏迷了72小时，车祸后马上送了医院，为塞门做了第一次的检查。那时他的大脑对外界的刺激刚开始还有一点点反应，可是后来就完全没有了反应。3天之后，塞门终于苏醒过来了，但是发现自己从头部以下到脚趾都完全失去了知觉，丝毫无法动弹。几天之后，塞门又做了核磁共振，结果发现他的头盖骨下方有出血，而且椎间盘发生了位移，脊髓损伤了，体内也出现了出血。过了2个多月左右，塞门拔出了人工呼吸器，这时他终于又可以说话了，但是失去了绝大部分的长期记忆，包括家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更有甚者，刚刚探望他的亲友他也随后就忘记了名字，这说明连短期记忆也都没有了。尽管他能够阅读，也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维，但是对于刚刚看过的内容完全没有印象，也不会计数，连简单的算术题都无法的做出来，对空间和现实也失去了知觉。塞门无法分清现实和幻想，如果他对一些人事物有了心念，有段时间就会把他们当成现实，比如他看了一场球赛，就会认为自己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塞门努力的一点一滴的回忆起一些重要的记忆，但是一直到4年后的2006年，他的记忆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空白。这一年，塞门又做了一次脑部的核磁共振，结果显示，由于脑部损伤，大脑组织略微的减少，尤其是前叶部分。那么所幸的是，大脑顶部出血的位置没有留下痕迹，脊髓损伤也有部分恢复，周围的神经似乎也已经开始恢复得不错，但是核心仍然是严重损坏的。对于塞门为什么无法动弹，对外界的刺激也依然没有反应，神经学专家认为他脑部的损伤要重于其他的部位，大脑的前叶和减少的脑组织其功能已经受损，比如构想、设计、意志力，而且呢，这些脑组织的功能偏偏是无法被其他的组织所替代的，因此无法修复或者弥补。因此神经学专家对塞门不抱任何希望。塞门也看过心理医生，但是由于无法分辨现实与幻想，很难进行治疗。比如他曾经看过一位著名的而且富有经验的心理医生，医生问他最害怕什么，由于失去了记忆，那么塞门想不出来自己害怕什么。当医生为他举例提出坠落时，塞门就认为自己害怕的原来是坠落。最后妻子玛丽带塞门见了伊凡，就是咱们开篇时提到的那位身心治疗大师。第一次治疗时，伊凡就提议用人的声音疗法，他为塞门开始唱，
然后赛门说出了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一开始，赛门说自己看见森林小径、夕阳。伊凡知道他在编故事，于是直接问他核心问题。在一次一次的引导之下，赛门开始欢迎声音进入自己的大脑。尽管一开始声音是弹开的，没有被完全的吸收进去，赛门开始记起自己曾经做过的事。于是呢，他开始认真的配合治疗，回答也是真实具体的了。比如伊凡问他希望自己为什么而唱，赛门回答说有大挫伤的右臂和疼痛的肩膀。伊凡开始唱后，赛门会描述说感觉自己的头被轻轻的触摸，声音一直到脖子后面，并且穿透喉咙上的伤疤，然后一直到后背右边的肌肉。同时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正在愉快地跳舞的小女孩，脖子感觉被围巾轻柔地包着，喉结下面的伤口好像也痊愈了。他记忆起自己以前在室内踢足球，在餐厅里吃肉丸子。那晚治疗结束后，赛门说自己不想吃任何东西，认为身心已经感到非常的满足，脖子和肩膀也感到了放松。除了脑部的恢复训练，妻子玛丽也坚持让赛门每天在家里做体能训练。他左侧的身体机能始终落后于右侧一大截，使用率只有 20%， 而右侧为 80%。 妻子玛丽离开家1周后的一天，体能训练仪器显示赛门的左右侧的身体使用率都是 50% 了。他非常惊讶，因为那一周赛门趁他不在家，只做了声音的治疗，根本没有运动。玛丽赶紧打电话询问伊凡，伊凡说这周花了点时间在他的左膝盖上。就这样坚持治疗了2年后，赛门的左右脚机能几乎一样了，而且过去的记忆片段已经经常的浮现出来。之后赛门依然能够记得，对于当前发生的事情，他也有较好的记忆力了，同时对空间的感知也有大幅的改善。一开始为赛门治疗时，伊凡就感觉到了赛门会将现实与幻想混为一谈。最初声音在他的周围打转，伊凡觉得他魂不守舍，他的灵魂一直在身体的上方徘徊，声音是在请他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体。过了很长的时间，灵魂终于回到了他的身体。伊凡询问他的感受，赛门说自己有同样的感觉，感到灵魂回来了，而且想起车祸发生时灵魂出窍的体验。灵魂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自己的身体躺在地上，现在觉得他回来了。虽然是一询问车祸的经历，赛门就开始天马行空的发挥，但是他对声音的敏锐的感知力，还能细致的描述声音的位置和影响，说明他已经大大的进步了。至于灵魂出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亲身的体会，请在下方留言。但是飘哥身边有一位朋友就有过亲身的经历，关于他的离奇灵魂出窍，有时间呢我们单开一局。后来伊凡对赛门坚持治疗，使得赛门在几个月后已经可以不再在重病室了，而且恢复到了可以自理的程度。2006年的10月份的时候，玛丽也接受了伊凡的治疗。那段时间里是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由于接二连三的遭受严重的打击，玛丽经常哭泣不已，而且她感觉到在胃的上方好像有块很大的结，长长的让她只能够拖着身子做事。玛丽与伊凡先聊了一会儿之后，忍不住开始呜咽，也没有告诉伊凡为他治疗什么地方。于是伊凡先是为他的脚开始唱，那么后来随着又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他的头，为他的头开始唱。玛丽感觉声音没有进入大脑，因为自己不敢放松下来，如果放松会让自己想哭。最后伊凡坐在玛丽的身边，把双手放在了她的腹部，直接对着她的胃开始唱。这时玛丽再也忍耐不住悲痛，
声音直接进入了他的腹部，使他放松下来了。过了一会儿，玛丽感觉到胃上的那个结有些松动了。又过了很久很久，伊凡终于停止下来。那么这时的玛丽感觉到那个结彻底的消失了，而且伊凡向他保证说这个结不会再回来了。当时的玛丽心里还在偷偷的嘀咕着，看看再说吧。那么因为他之前非常的庞大，唱一唱就能一次性的彻底消除这个结吗？玛丽还是有一点不敢相信。随后玛丽感觉到有好几次呢，那股力量又在隐隐的发作，但是至多可能只是之前的10%左右，最后呢还是全部的消失了。而且治疗结束之后，玛丽仍然能够感觉到伊凡的声音在他的上半部分的大脑与耳朵之间闪过，始终留在那里震动着。 Oh my god， 嗷嗷狠，这声音简直就像是什么呀？像是我们中国道家的符牌一样。2005年12月，荷兰的艾瑞卡得了脑中风，随之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首先，他的自动反应能力、时空感知能力都消失了。艾瑞卡看不懂时钟，也无法分辨上下午，在超市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甚至还忘记了声音的含义。每个声音听起来都是陌生的，所以每一次他听到一个声音都要问一遍刚才听到的是什么。最严重的是他的视力，双眼左侧的视力完全消失，这也叫做偏盲症。比如8字，他只能看到一半；3，有几个月他甚至会在圣诞节的集市上看到比别人都便宜的特卖装饰品，他看到的乍一看都是0.99元，其实呢他是没有看到6.99元前边的那个6。刚中风的第1个星期，偏盲症有恢复的机会，但是奇迹没有发生在艾瑞卡的身上，因此眼科医生说他这是不治之症，视力无法恢复了。脑中风第4个月的时候，伊凡来到了艾瑞卡家为他治疗。当他开始吟唱时，艾瑞卡注视着漂亮的地板，它是红色的法国瓷砖。其实艾瑞卡认不出来那是什么，只觉得呢它就像是一张奇怪的图片，于是努力思考着这是什么呢？也就是失认症。但是在伊凡的吟唱过程当中，他突然的认得了自己看到是什么了。几个星期之后，艾瑞卡不小心在浴室摔倒，撞伤了肋骨。伊凡继续的为他吟唱。治疗结束后，艾瑞卡可以能够不痛的大笑、咳嗽、深呼吸了。6个月后，眼科医生第2次给艾瑞卡检查时，发现他的左眼视野由50%提升到了75%，右眼呢提高到了60%。当时是因为伊凡以为他只是左眼受伤。那么1年之后，艾瑞卡参加了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的神经心理学研究计划，目的呢是研究受损视力恢复的可能性。伊凡在这里的现场为艾瑞卡吟唱，吟唱前后视野检测结果显示，虽然这次人声治疗只有20分钟，但是双眼的20个检测点有18个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艾瑞卡也非常的感谢伊凡，虽然脑中风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的困难，但是伊凡也使他的生活重返常态。谈到声音，我们把我们的视野再扯得远一点。每个人在远古时期是有心灵感应的，那个时期他们不用声音，之所以声音交流锁住了我们的心灵感应能力，或者心灵感应能力在这个太阳系的文明中消失了，可能是因为我们把声音用错了地方，用治愈能力来说话交谈，其实真是有些奢侈的。而且人声治愈并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一些原始的部落，比如澳洲的土著居民，还有萨满巫师，都会用吟唱的方法治疗患者。我们曾经讲过的地球就是大脑中的舒曼共振以及特斯拉线圈所产生的音乐，
还有催眠师为你的喃喃细语，这都是声音所创造的奇迹。人类以为自己对声音的原理已经非常了解了，其实我们还没有起步。就像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当杨利伟在浩瀚的宇宙中飞行的时候，所听到的咚咚的敲门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样。我们在探索的路上，对声音来讲也是如此。或许当我们完全明白这些宇宙文明原始资源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入了崭新世界的时候。神秘学大师萨古鲁讲，只要有震动就会有声音，所以整个的存在就是声音。如果你的周围被噪音所围绕，那会影响你的修行和长寿。听到这里，和飘哥一起做一个动作，找一个合适的姿势，坐舒服了，手心朝上放在你的腿上，自然挺胸放松，闭上眼睛，发出啊、呜和的声音。我做个示范，这样啊，第二个呜，第三个那么这3个声音呢，飘哥做的仅仅就是一个示范。每个声音呢自己做的时候，每个声音做7次，你会体会到宇宙原始音，世界因此为你而改变。把你的感受呢写在评论区。Oh my god， 嗷嗷狠！更多的声音的奥秘和练习，我们将来会单开一局。飘哥呢会细讲如何用声音引导你的健康与长寿。好的，今天呢我们就飘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out。